爹，原来是个大英雄。娘亲从未放弃过找我，所以青云不会责怪您的。我相信，爹也不会怪您的。所以，您就不要再自责了。青云，谢谢你。娘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女儿还是想请娘让我自己做主。什么事情？我的终身大事，我想请娘不要再干涉了，因为女儿喜欢的人，希望她也能喜欢我，那样的话才会幸福快乐。青云，娘当然希望你找到两情相悦的人，可是娘不知道你还能等多久。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。此病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成亲圆房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，且万般痛苦，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。不可能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这是你爹祖上仇家所下的恶毒诅咒。当初我也不信，你爹来到中原的时候已经发作过。娘是见过他发作时的痛苦之状。当初你爹自认为其貌不扬，以为不会有人对他倾心，便决定孤身一人去夺取5星9天丹。之后来到中原，本想找一处安安静静的死去，没想到遇到了我，是我解了他身上的诅咒。那这咒什么时候发作啊？治愈者长命100岁，不治者21岁就会发作。21岁？我知道你喜欢丁仪，怎么办？要不娘去劝劝他，你说呢？不用了。可是你已经20岁了。娘，您可不可以答应我，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说，丁大哥更不能说。以丁大哥的个性，他是不会弃我于不顾的。可这世上强扭的瓜不甜，若是我真的强行跟他在一起了，我们2个一定都不会快乐的。娘，您觉得心里的痛苦和身上的痛苦，哪一个会更痛呢？青云，娘并不是让别人同情你，娘只是觉得，既然你心里有情，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呢？可是，丁大哥心里面不一定有我。那可不一定。娘和你爹当年创出这套傲雪剑法，讲究剑法配合，亲密无间，心心相印。你和丁颖练习此剑法不久，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。娘觉得丁颖其实对你是有情意的。真的吗？啊，俗话说，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当年我要是放不下范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抛弃了她，
就不会有如今的你。娘觉得，如果你心里真的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，免得将来会留下遗憾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赤魂石又有异动？来，白天饮那5星9天丹，动了体内的赤魂石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来，我们这边坐。这个是2位舅舅熬制的汤药，可以补气养神的，你喝一口。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丁大哥，都是我任性，要不是我顶撞娘，弄巧成拙，引狼入室，也不会把你害成这样。可能是范夫人太疼你了，她想看到你成亲。一切都是误会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。此病，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成亲圆房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。青云，青云，你怎么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娘逼我成亲，是想治我的病呢？什么病？我娘跟我说，因为我爹的天域血统，所以我身上带了一种怪病，如果21岁之前不能成亲的话，就会病发而亡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会愿意娶我，救我的性命吗？骗你的啦！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况且我在百草师叔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有病他会看不出来吗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真的。那如果是真的，你会答应吗？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啊？别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。我跟你说，你已经很幸运了，你现在又跟自己的娘亲相认，就算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也肯定会逢凶化吉，一世平安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，你是怎么从那个云中雷手中逃出来的？有人救我啊。是谁啊？我不记得了，当时那个人蒙着脸，我都没有看清楚他是谁。就算他蒙着脸，肯定也会有肢体上的接触啊。哎，是男还是女？他的身形如何？哎，还有他用的武功是哪一派的？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，难道我故意不告诉你啊？哎呀，丁大哥，当时我被云中雪下了迷药，迷迷糊糊的，我真的没有看清楚他是谁啊。况且这个人是谁，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只是想问他是谁，想当面向他道谢。啊，我要回去陪娘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喝完药就早点休息吧。丁大哥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会不会为我难过？若是我告诉你实情，你会不会答应娶我？那样的话，你对我是同情还是爱呢？
范夫人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各位少侠，我知道各位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要进藏经阁一阅。各位助我对抗大荒八魔，又助我与青云相认，我实在是无以为报。这就是通往藏经阁的法阵。哦，夫人，之前听范仲范伯说过，藏经阁是您的脑海里面幻想出来的东西。先前假山上所见，只是您思想所倒映的幻想，其中有何玄机啊？自上古以来，范氏一族的女子就传承了记忆力超群的天赋。外人传说，藏经阁有万卷书籍，其实这万卷书籍早就印刻在每一个传承人的脑海里。各位请随我围桌而立，以手相连。嘿嘿嘿。排除一切杂念，以心观心。天下都知道陶然具有藏经阁，里面有先祖收藏的各路武功秘籍和江湖秘史。各路习武之人为了一探究竟，不惜使用各种手段，趋之若鹜。可是进来的人却少之又少。其实，藏经阁是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哎，那夫人，请问您知道紫青双剑和神木剑的下落吗？双剑本是前古遗珍，共雌雄2口，雄名紫影，雌名青锁，可分可合。双剑埋藏于武当山翠屏峰山腹内，非有极大仙福仙缘，不能妄取。而100年后，凶剑幽冥从魔地出世，为了克制凶剑煞气，仙人将紫影剑取出，用其罡煞之气封印幽冥剑于莽苍山之巅。原来如此，那神木剑的下落呢？相传上古东方神木扶桑，周身闪耀银光。这神木剑原本是神木的一支，后被武器名将许悦得到，重新打造，得名剑神木。后来许悦神秘失踪，留下妻子于明娘和神木剑独守于青重山之中。太好了，我们3把神剑的线索都找到了。为了感谢各位的救命之恩，我还有小小薄礼要送给大家。这是你们蜀山剑派点苍峰失传已久的点苍剑法全集，我这里幸好藏有一本。那我这本就是《百草实录》。对，这是上古神农氏尝遍百草所记录的心得，有助张少侠钻研修习。多谢夫人。紫英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，藏经阁的武功秘籍，你自己挑一本吧。多谢夫人，紫英没有什么需要的。娘，那么我也只能挑一本吗？傻孩子，藏经阁以后都会传给你的，这些武功秘籍都会给你。太好了，那丁大哥呢？丁颖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此书乃太清真人当时游历陶然居时写下的修炼赤魂石心法，
后于范府收藏。现在我把它传赠于你，希望有助于你修炼赤魂石。如此珍贵，夫人您费心了。不必言谢。各位既然已求得所需，那现在我就带各位回去吧。多谢夫人赐教。你们既然有任务在身，我也不便挽留。我与武当掌门童元奇是故交，你们就多留一晚，等我修书一封，待明日再启程。当年蜀山和武当曾有过过节，虽然已化解，却仍心存芥蒂。如果夫人肯修书引荐，那自然是极好。太好了，娘，我正好想多陪你一晚。子英，这藏经阁果然名不虚传，点苍剑法早已失传。我以前也只是习得一点残招，没想到今日能习得全部剑招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先是得了范夫人的青睐，现在呢又得了失传的剑招，唉，你可真是春风得意啊！好子英，怎么还生气啊？我一个区区的掌门之女，在蜀山上呢还有点地位，到了人家这江南第一家的陶然居啊，那可是自愧不如啊！我看呐，你还是好好在这享你的荣华富贵吧。哎，我丹真子这辈子只喜欢一个人，他就是诸葛子英。青云家境再好，势力再大，但我要娶的是你，又不是他们全家，听明白了吗？那以后不许你打青云的主意，其他女人也不可以。在下遵命。哦，讨厌！此人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在合适的时机做出合适的指引，却偏偏不肯露面。就算他蒙着脸，肯定也会有肢体上的接触，是男还是女？他的身形如何？还有他用的武功是哪一派的？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，难道我还故意不告诉你啊？青云的反应明明是认出了那个人，难道是玉儿？丁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还在想着那个妖女呢？你是嫌她害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怀疑。就是因为青云的一个态度，你就怀疑那个妖女又出现了？那青云她被劫走，云中雪有没有对她怎么样？她有没有受伤？她现在有没有好一点？这些你都问过她没有？你根本就没有关心过她，上来就揪着乱七八糟的问题一通逼问，她能开心得起来吗？我没想这么多，是我太粗心了。不是你粗心，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心。自从我们两个来到蜀山以后，青云就一直在帮助你，照顾你。每次你犯错，他就替你说话；你被罚了，他恨不得替你受罚。为了教你练剑，还被小茹师伯责罚。上次你被囚禁一时，他跪在凌云峰广场几天几夜不吃不喝，两条腿肿得像个萝卜一样。他来问我拿药的时候，还一直叮嘱我，要我千万不要告诉你，因为他害怕你知道了以后会担心。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范夫人让你娶她，你为什么不答应呢？我知道，你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妖女，但是她几次三番的骗你。最重要的是，
他手上沾满了同门师兄弟的鲜血，他简直是一个魔鬼。而青云呢，他善良、单纯，而且他心里面装的全都是你。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难道就比不上那个魔宗妖女吗？小张，你现在需要听我说，为了一个不堪一提的人，去伤害真正对自己好的人，这样值得吗？丁大哥，你要答应我，若是你想不起过去，就轻松的面对未来，留在蜀山，好不好？你快点醒醒啊！你快点醒醒啊，丁大哥！丁大哥，你不可以这样！丁大哥，娘说的对，不就是说出喜欢你吗？又不会少一块肉。告诉他了，哪怕被拒绝，也没有遗憾。我就努力，试着最后一次吧。我知道，你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妖女，但是她几次三番的骗你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手上沾满了同门师兄弟的鲜血，她简直就是一个魔鬼。而青云呢，她善良、单纯，而且她心里面装的全都是你。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难道就比不上那个魔宗妖女吗？青云，你是天底下最傻最笨的大魔头，我讨厌你！小张说的对，我是世界上最损坏不分的大魔头。丁大哥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，其实一直……其实你什么都不必说，我都知道。丁大哥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？我感觉像做梦一样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！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太高兴了。我以为你永远都只会把我当成小妹妹。
你还记得我刚来蜀山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什么吗？什么？你说人应该向前看，不应该沉溺过去，要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。掌门也曾经教导过我，说要放下执念，究竟自在。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奢望一些虚幻的东西，执着于自己的心魔，差点辜负你对我付出的一切。丁大哥，我对你的好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的。那个不是回报，是回应。以前可能是我太愚钝了，对我最好的人，其实一直在我的身边。青云，你肯让我以后好好保护你，呵护你吗？嗯。宗主，副宗主已经准备出发了。我去送送他吧。血池已经储满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保重身体。你就没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？平时被你教训惯了，不说点什么反倒不自在。现在丁颖今非昔比，诸葛玉我愿意放他下山，必然是有些把握。此行危险重重，你千万别再像以前一样鲁莽，凡事要好好的筹谋。你在关心我啊？时候不早了，出发吧。哎，金我，我很好奇，在你的心里，是我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啊？我知道你心里容不下玉儿，但她毕竟是我的血脉，必要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她，但千万别伤害她，记住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事成之后，我帮你达成心愿，你就要娶我做宗主夫人。哦，那算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到了武当，将这封信交与佟掌门，相信他会给我这个薄面，让各位图个方便。夫人，谢谢您的关照。待我们寻得3把神剑以后，再来亲自拜会。夫人，之前是子英不懂事，多有得罪，请夫人见谅。一场误会，无需挂心。谢谢夫人。谢谢夫人。青云，娘，女儿这就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既然心愿已碎，断不可再任性。你们2个人要好好的相处，互敬互爱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放心吧，范夫人，昨天晚上他们俩在屋顶看星星聊天，一晚上卿卿我我的，害我都没有睡好觉，对吧？嘿，此去路途凶险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
娘，你也要好好保重啊。去吧。保重，保重。保重，夫人。哎，走了，青羽。去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宗主，什么事？他来了。绿袍，我坐了你的位置，你不会恼我吧？天尊，你说笑了。我们是至交好友，共谋大业，何来的恼怒？中原人真是会说笑话，好一个共谋大业！绿袍，这些年我小看你了，这么多年。我一直都以为你是我身边的一条狗。天尊，你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。不过我想你这次看走眼了，你养的不是一条温顺的狗，而是一匹会吃人的狼。绿袍啊，绿袍！既然南明离火剑已经离开了蜀山，你为何不从速报我？天尊，你不是有通天的本领吗？那又何须我来回报呢？宗主，识相的话，就快点把南明离火剑交出来，不要等天尊亲自动手。实不相瞒，这南明离火剑现在并不在阴风谷内。我不是早跟天尊说过吗？我们是共谋大业。说来听听。其实夺取南明离火剑只是你的第一步，你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夺取赤魂石。现在屠妹和小女玉无心随同南明离火剑一同出发夺取赤魂石。女儿？你还有个女儿？屠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，这样都能忍？我跟她携手多年，自然互相信任。天尊，此次计划周详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我看天尊你就留在谷中静候佳音吧。你是嫌我碍手碍脚？我只是相信屠妹和玉儿。好。我且相信你。天尊，宗主只是竭力帮助你成就大业，敢问何错之有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不要擅自做主。宗主，
宗主，来，你先坐下来，属下我帮你稳住真气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压制住了我的伤势，暂时无碍。宗主，你为什么要骗天尊？副宗主分明和小姐是不和。九度，你在我身边也快20年了吧？是22年，8个月零2天。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。宗主对九度的救命之恩，九度不敢忘恩。那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情景吗？属下不曾忘记。当时我在天域还是一个修行卑微的少年，图霸被封印了，返回天域。他还处心积虑，想要冲破封印，返回中原。于是到处抓人充当他的后辈。被他所抓的，修为高的被逼替他卖命，修为低的便永世为奴，不得翻身。我四处躲避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还是被图霸的手下盯上。我很清楚，那一天是你把我救了下来。若说是我救了你，倒不如说是你救了我。后来你背着我在雪地里跋涉了9天9夜，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折返图霸府邸。你那时也是天真，竟然赌上自己的性命，去求图霸救我，却不知道图霸与我本是死敌。不过说来我也命不该绝，竟然让我遇到了图内这个冤家。九度，你跟在我的身边20多年，出生入死，我唯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可这一次，我们恐怕遇上大麻烦了。宗主救命之恩，属下当以性命相还。属下的命是宗主赐我的，宗主想要去哪里，做什么，属下誓死追随。如今赤魂石还未到手，图霸就已经先来。方才你也看见，只要图霸一天不死，我身上的血术就永远无法解除。就算我拿到了赤魂石，也是受制于人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除去图霸手中的嗜血蝶王，彻底摆脱他的控制，让他看看谁才是阴风谷真正的主人。属下明白，全听宗主吩咐，属下万死不辞。
天尊，要我说，那上官景我的态度太过嚣张，他压根儿就没把您放在眼里。那依天尊看，他白天说的话有几分可信？南明离火剑确实不在阴风谷，我感受不到剑气，这点他没有骗我。那我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？难道天尊真相信绿袍所说的话？哼，当然不相信。绿袍说的没错，他就是一匹会咬人的狼。如果不先除了他，迟早被他反咬一口。那天尊，您的意思是？不着急。南明离火剑既然已经离开了封印之眼，回到我的手上是早晚的事。既然来到了阴风谷，就顺便除掉这个不听话的大麻烦，免得后患无穷。天尊，你返回中原的事，先主还不知道，要不要属下去通知他？哼，屠妹也不知道被上官景我下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敢瞒着我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哼！天尊息怒，相信先主他也是有苦衷的。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，谁要敢背叛我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这件事不要让屠妹知道，免得她坏了我的好事。你们两个现在去截断阴风谷所有的对外联络，我要来个瓮中捉鳖。是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说这个江湖大侠，那不是江湖大侠。前两天路过我们茶楼的那5位，那才是真正的蜀山剑侠啊！3男2女，女人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男的那是风度翩翩，神力过人。呆子，说要低调行事，这一路还这么招摇。干了不少好事，是真的。哎，打住啊！我说小二哥，你说你每天讲这点事儿，你不烦啊？我们都听烦了。就是，我们都听烦了。望江楼啊，新来了2个红牌的美女。哎，谁呀？哎，你看颜子。他们不爱听，本姑娘却偏偏爱听。过来讲给我听，这锭银子就是你的了。这位姑娘出手挺大方啊！贱子。我听他们称呼有一个叫丹晨子的师兄啊，讲那个力气最大的。哎，对，你喜欢这个呀？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就是这几个人啊，路过我们这个小店，然后呢，就看着这个恶霸强抢民女，非要娶这个穷人家的姑娘。哎，然后这个公子啊，有力气这公子啊，就看不下去了啊，就想给这个姑娘讨个公道。这恶霸就说自己是男人，一定要一言九鼎什么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这个有力气的公子啊，真的就扛了9个鼎就来了。然后这恶霸嘴就给堵上了。那姑娘呢？不会以身相许了吧？想，他真想，可是被公子给看出来了。公子赶紧就把身边这个女侠就给拉了过来，就说：“你看，我已经有良配了啊！依我看呢，那个女侠真是英姿飒爽，气度不凡呐，一看那就是天上一对，地上一双啊！哎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谁呀？是谁呀？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偷偷跟着我？关心你都不可以吗？关心我，恐怕是捣乱吧。
又或者是我爹派来监视我的探子？怎么会呢？我是真的关心你，而且我打算给你来个贴身的保护。哼，我说过，不要再跟着我。哎呀，我也跟你讲过，我会始终站在你这边，不管你会不会给我任何回报。你每次除了这些陈词滥调，就没有些新鲜的词吗？啊，我的话当然没有丁颖的故事那么新鲜啦。你说什么？你还忘不了他，对不对？你既然都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了，你为什么不跟上去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就只能这么暗中跟着他。就算是能帮上一点忙，我心里会舒服一些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抱任何的幻想。有的缘分，错过了，就真的错过了。你也听见了，你的那个丁大哥整天跟那个小师妹成双成对的，这么快就忘记了跟你在一起的默默深情。这样的一个朝三暮四的男人，我劝你还是尽快的回心转意吧，也好给我个机会，要公平竞争一下呗。哼，就算我不跟他在一起，你也没有机会。啊！我可以创造啊！我还要赶路，如果你能少说2句呢，我就让你跟着。你要是再敢多说1句废话，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？割舌头，太恐怖了吧！哼，不过我就是喜欢你这样。师姐，你为什么不要那密接啊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我真的不需要嘛。干嘛呀你？哎，丁大哥，这前面就是武当的地界了。在下武当掌门同元齐门下弟子。我们是蜀山弟子，特来向武当佟掌门求见青所见。这里有陶然居范夫人休书一封，麻烦这位师兄通报一声吧。掌门不能见你们。为什么不能见啊？掌门不能见你们。哎，这位小师傅啊，是不是你们掌门在闭关修炼，怕被我们打扰，特地派你来接我们啊？啊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掌门吩咐，先请几位到我山中别院休息一晚，明日再面见掌门。走吧。诸位请在此休息一晚，这里便是武当的厢房了，明日才能面见掌门。我这就送2位女客去他们的房间，2位女客，请随我来吧。多谢小师傅。哎呀，哈哈！哇！哇！这里好像很久都没人打扫过了。对呀。哎，大师兄，我们怎么说也是蜀山的剑侠，来到这武当也算是客人，这就是他们的待客之道啊。就算当年绿袍杀了他们掌门，该惩罚的也都惩罚了，错也不能算到我们头上。我一直都以为他们武当是武林大派，哼，没想到也是这般小气。你说够了没？当年毕竟是蜀山对不起武当，他们这么对我们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。倒是你，明天见到佟掌门，一定要小心说话。哎，别埋怨了，出门在外有床就好了嘛。哎呀，丁大哥，你说的真是太对了。不过，你会不会觉得今天这个小师傅他有点奇怪啊？对啊，一路上跟他说话，他确实是很少反应。在山下的时候，
我们问他问题，他说来说去都是那2句话。这才是名门大派的风范。你以为都像你这么多话？我说话怎么了？我说话……哎，已经走了1天，大家都累了吧？各自回房吧。好啊，那我跟你一个房间行吗？哇，装什么装？走吧。月儿，你要真那么喜欢看电影睡觉呢，我可以给你来一招隔墙有眼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五鬼天王本事可大着呢，稍微动动手指头，面前的这道门就可以变为无形，让你看个够。不过丁颖要是喜欢裸睡的话，那你不是会长针眼啊？你少说2句会死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我们2个这就去睡一觉，醒来之后丁颖还能跑了？月儿，你这样……闭嘴！有人跟上。我爹有没有派别人跟上？应该没有啊。宗主说了，电影只能让你一个人对付，不让其他人插手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第一，好人不会穿着夜行衣，在夜晚偷偷地潜进别人的院子里。第二，好人身上怎么会有迷香这种东西啊？此人来路不明，我们不可轻举妄动，静观其变吧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喂，月，哎，我就知道跟那个丁颖绝对没什么好事。什么人？有人来了。走。李大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在这儿呢。丁毅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听到窗外有人，追出来却半个人影也没有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我看你是做梦了吧？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，害得我们也睡不好。出门在外，谨慎一点也好。哎，我们已经很谨慎了。哎，申言姐姐，你要是觉得休息不够的话，那我就尽快给你配些药。女人嘛，要是晚上睡不好的话，白天没有精神。那好了好了，回去睡吧。啊，再见。哎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丁大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我太紧张了。那我们走吧。
何必呢？既然这么想见他，他出现了，为什么你又不肯见了？我怕他还在恨我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有些事情根本就解释不清楚。再说了，你跟他原本就是两路人。说够了没有？眼下这线索也断了，人也死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嚼舌根？他以为他不开口，我就查不出他的身份吗？哼！喏，哎，别碰他，你别凑得太近啊。这个可是天域药性极强的迷烟，只需要一点点，就能迷倒一大片人。天域，又是天域，妖人。天域腹地中有一群正在修行妖术的妖人，他们最怪用的就是这种迷烟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不在天域好好待着，却跑到武当山来了。南明离火箭被我拿走，蜀山对于天域的封印力量削弱，天域有不少妖人跑来这里。可是这帮妖人是对着丁颖的房间吹的，我看十有八九是冲着赤魂石来的。只怕以后武当也不会太平了。你又开始担心那个丁颖了？你要是有意见，大可不必跟着我，滚回我爹那里去。好啊，好，我投降。那这个人怎么处理啊？埋了吧。啊？我五鬼可是堂堂神宗左使啊，没想到跟着你，居然干起这种杀人藏尸的脏活，真是想不到啊！这帮天域的和尚来路不明，要是被他们发现死了人，肯定会有所戒备。那咱们在这暗处的优势就没有了，所以还是不要打草惊蛇的好。可是这也太不符合我五鬼的性格了。我五鬼这个人啊，喜欢一阵风来，一阵风去。哎呀，早知道就把九都送我的2瓶化尸粉带来了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家伙就可以被化为灰烬，这才叫不露痕迹嘛！啊！玉儿，你就不要再想那个什么丁颖了，是他自己不识好歹，你这么大老远一路追过来，他连你面都不肯见。本来就是我欺骗他在先，他不想见我，也很正常。正常？当初可是他把你打成重伤，这也算正常？我看那个丁颖压根就是配不上你，什么名门正派啊，正人君子，简直就是狗屁。不过，你看我们俩，一个是鬼王，一个是神宗的千金，咱们俩才是一对嘛！闭嘴，干活！我们得赶快查清楚他们的计划。这帮天域的和尚，竟然敢堂而皇之的在武当山行动，我总觉得这跟武当派也脱不了干系。你说的对。可惜我们俩这样的日夜监视，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扛不住啊！你看我本来玉树临风，可惜我现在如此沧桑啊！今晚就算了，咱们先在这儿睡一宿，明天一早再想办法混进武当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开心啊！你想，我们两个可以在这么美的月光下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共度良宵。我是树上，你是地上，没有良宵。喂，我，早知道就让你把那个迷香给闻了。
见通掌门。诸位远从蜀山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通掌门，晚辈等此番前来是受师父嘱托，前来借取青锁剑。借青锁剑？你们蜀山剑派名剑众多，为何要来借取我武当之剑？通掌门，先前蜀山力战天域炼影神宗，不慎中了妖人诡计，封印天域的神剑南明离火也被盗取，如今封印不稳，若再不寻找神剑加固，来日天域妖魔进犯武陵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是啊，童掌门，魔宗嚣张，如今武陵已经深陷危机，若能手刃上官景我这个魔宗之首，也算是为左掌门报仇了。还望童掌门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不计前嫌，不吝赐剑。并非我不愿意借剑，只是如今魔宗妖人为祸人间，我们武当派也受到了波及。青锁剑此刻要用在协助众多弟子练剑防魔。恕晚辈斗胆问一句，童掌门，您是否因为当初蜀山的叛徒上官景我刺杀左掌门一事耿耿于怀，所以方才不愿意借出青锁剑呢？哼，我童元吉又岂是只记仇恨不顾天下安危之人？只是这青锁剑不是不借，而是要等待几日。这几天，你们几位就安心住在山上，等我们的降魔阵练完了，自然就会借出宝剑。既然如此，就多谢通掌门了。不必多礼，我还要去督练降魔阵，恕不奉陪。几位自行去别院歇息吧。玉儿，你昨天明明来过的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清楚？你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？玉儿，丁义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既然已经决定忘记，又为何不停地想起？你这样做，如何对得起青云？丁大哥，我刚刚看到你魂不守舍，真的很担心你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会努力忘记过去，然后重新开始。我相信你，我真的相信你。青云也会好好保护你，照顾你，永远都不会伤害你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很安静，那绿袍也不知道在琢磨什么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晚饭后，
他一人直接走进阴风谷后山断崖的一处石室，没出来过。石室非常隐秘，平常绿袍就常去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。有秘密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听别人的秘密。你们两个继续监视谷里的一举一动，我去看看。天尊，是血蝶金贵，留在这里可否妥当啊？绿袍要是敢来偷，我就让他有去无回。请我只不过输了一次斗剑大会而已。人的一生那么长，总会有许多挫折的。所以，这次图拔来势汹汹，你相信我能挺得过去吗？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，我是怎么过来的？潜龙艰险，腹背受敌，稍有不慎，就是万丈深渊。如果只是我一个，我根本不必面对这些。但是为了你，我一定要坚持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。你的勇气加上我的勇气，对付这个世界，足够了吧？嗯。你再等一等，再等我一下，很快我们就能够再见面了。天尊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阴风谷有这样一个地方，而我却不知道。我只是觉得此处僻静，辟出来让自己打坐冥想，本也没什么不妥。不过人总有点私心，想为自己留下个小天地罢了。天尊若是想参观，请便。自己的天地，你该不会在练什么武功，还是藏着什么武器，想要对付我吧？天尊多虑了，难不成你是对自己的实力不自信？
天尊还有什么事吗？好你个绿袍，竟然用调虎离山之计骗我离开，企图盗取嗜血蝶王。天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嗜血蝶没什么事吧？放心，我早有防范。我在此设下的咒印与我有所感应，一旦有人靠近，我便会知晓。天尊真是高明，绿袍也太目中无人了。天尊，我这就去把这贼给抓回来。不必了，有着嗜血蝶控制他，还怕他造反不成？属下斗胆问一句，这小小嗜血蝶当真如此厉害？那是当然。这嗜血蝶是用我自己的血喂养炼制，经过上万条蛊虫相互撕咬残杀，才得此一条。被下蛊之人发作时有钻心之痛，要化解这蛊毒，除非将这活着的嗜血蝶化作灰烬服下。天尊将这嗜血蝶封存在封印之中，外人难以接近，当真是万无一失啊！那是自然，天尊功力无边，这下绿袍可有的苦头吃了。宗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属下按宗主的吩咐，已经在大殿附近埋伏。图霸知道宗主进入密室以后，果然耐不住性子，前去查探。宗主，之前图霸闯入了密室，可是却突然脸色大变，忽然离开。想必是感应到有人闯入了咒印，可如此一来，他更会加强防范。要想拿到嗜血蝶王，只怕会难上加难。宗主，属下办事不力，未能帮宗主拿到嗜血蝶，请宗主责罚。不必了，起来吧。图霸他老奸巨猾，看样子是我小看了他了。宗主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？如今南明离火剑不在谷中，可图霸却迟迟不肯走，分明是为了留下来对付我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图霸，你现在最不希望见到谁？副宗主。